好啊，那你要看看这本书吗？厚了啦，我怎么看得完呢？那这本书呢，比较薄一点。还是太厚了啦，我看不完啦。那这本总可以了吧？只有10页而已哦，这么小一本。太好了，就是它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显化法哦。这大概是我看过最简单的显化法了，就是这本书 It Works。我是在美国的时候在书店看到的，一看到就马上带回家了。这本书已经快要100年咯，也算是古董哦。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老书，我喜欢古人的智慧，所以这种书我是一定会收藏的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，他很成功，辉煌腾达之后就写了这本书。他一开始是把这本书寄给一些亲朋好友，去帮他看一下，去审稿一下。朋友就给他一些回复，就说 It works， 代表说很有效，里面的方法很有效。他写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有些人好像过得非常的幸运，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非常的 lucky， 那有些人就觉得他过得很不好呢？很多人虽然口头上会说他想要成功，或想要健康，或想要爱情跟事业，但是他并没有常常在想这些事情。他可能想了1-2下就觉得，哎呀，不可能啦，成功与我无关。那个人他很成功是因为他很幸运吧？就会在那边抱怨人生不公平啊。可是事实上，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想法是有多么的强大，他没有好好的运用想法的力量，没有去好好的想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，所以才不会成功。例如有些人就会说，哎呀，今天被老板念了，可是好烦哦，我不想换个新工作啦，我是不可能有更好的工作的。哎呀，有这样的房子真的很棒啊，可是我是不可能住那样的房子的。很多人对他的愿望都只是想一想而已，然后都觉得不可能会实现，这样子当然不会实现啊。好，那要怎么实现愿望呢？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要去决定你要的是什么，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样的人事物，什么样的状态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什么，你才有办法得到它。就像是在 GPS 里面，我们会设定目的地，如果你没有设定目的地的话，那 GPS 要怎么帮你导航呢？它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宇宙才有办法帮你找一条路，让你到达那个地方。再来，你要了解啊，在你之内其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，那个力量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那个力量就是我们之内的上帝，也就是上帝在我们体内。你要先接受你有这股力量，如果要跟这股力量连接的话，如果只是一般的3心2意的想法是没有办法的。你一定要很真诚很诚意的想要你要的东西，你要相信这股力量。所以作者介绍的方法，第一个步骤就是写下你想要的东西，列下清单，依照重要的顺序排列，每一天都要看这个清单3次，早中晚各1次。你每天都可以写下你要的东西，排列它们的重要性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天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可是隔天又觉得没有那么重要，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比较重要。你每天的顺序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连续写个几天，每天都排列它们的重要性。那几天之后，这个 list 大概就会成型了，重要的顺序大概就会很明显了。就是你身上要带的这张纸，上面写着你想要的东西，放在包包里面，随身携带，这样就不会忘记把它拿出来看，早中晚都拿出来看1次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你可以常常去想你要的东西，有空的时候就想一下。第3个步骤就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想要显化什么东西，你只能跟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沟通，但是不要告诉别人你是在用这个方法显化什么什么东西。这一点我是非常遵守的，我不喜欢告诉别人我正在显化什么，我觉得那会影响到我的显化。那作者也是这样觉得，所以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显化什么东西，就不会破坏你的显化哦。再来他说呢，一开始你在显化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怀疑，因为你不知道会怎么发生。可是你不需要去想到底会怎么发生，因为很多事情是你不了解的。他就比喻啊，就好像说一根玉米是怎么长出来的，为什么那一颗种子可以长出一整串玉米，你也不知道。可是你就是还是会用种子去种树嘛，去长玉米。你不知道原理啊，可是你还是会照做。这个宇宙又是这么的奥秘，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所以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做，实现愿望的方法就会自己跑出来。一次可以列多少个愿望呢？书上是写说你可以列下所有你想要的愿望，所以没有限制几个。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我觉得
限制在3个到5个之内会比较容易显化，对我自己啦，因为这样子能量会比较集中，我觉得显化的速度会比较快。如果列太多愿望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显化速度变得很慢，所以我建议3个或5个以内就可以了。要多久才会显化呢？每一个愿望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有些会比较快，有些比较慢。当一些比较快的愿望实现之后，也不要生气，不要觉得说哇，为什么这个那么快，那个那么慢，不要这样子踩自己的脚。只要有愿望实现都是非常棒的，代表你的显化都有在进行中，所以不要去催促，也不要怀疑。要写在纸上面吗？可以写在手机上面吗？我自己的话是非常按照书里面的方法，就是把它写在纸上，我没有把它写在手机上面过，因为我就是蛮按照书上的方法的，蛮 old school 的。手写有比较大的能量，所以也建议你是用手写哦。那来讲一下这个方法的注意事项。他说啊，有时候你做了这个方法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原本想要的东西你其实不想要了，你就可以把它从清单中删掉，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想要的东西原本没有在清单里面的突然冒出来了，那你可以把它加在清单上面，这都代表你的显化有在进展哦。当你怀疑的时候啊，你就把你的清单拿出来再看一遍，你要告诉自己说，很多人都拥有这些东西，我一定也可以拥有的。你就重复一直告诉自己，直到你的怀疑都消失为止。就是你一定要常常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的，要当自己最棒的啦啦队哦。千万不要怀疑了一下子，然后就很快就放弃了。你要知道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拥有你想要的东西，只有你自己是你最大的绊脚石。再来他说啊，当你的愿望成真之后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是巧合而已，你就又会开始怀疑这个方法，你会觉得说就算我没有用这个方法，愿望一定还是会成真的。你那个怀疑的心真的很容易跑出来。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巧合的，你要相信，真的就是因为你有在显化，所以你才会显化出这个东西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巧合的。那他也建议说，你一开始可以先从你比较熟悉的东西，你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开始显化起，你才不会一次给你很大的压力，或是太大的目标，让你自己都怀疑自己。所以一开始建议还是从一些你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开始，然后你可以很详细的写。例如说你想要一台车子，你就可以写你想要的品牌、想要的款式、想要的颜色、多少的价位之类的。如果你想要的是钱，就写说你要多少钱，要很明确。如果你只是写我想要很多很多钱，老天爷真的不知道要给你多少钱。每个人的很多很多钱都是不一样多的，所以你可以决定你到底要多少钱。那当然是你要可以相信的金额，你再去显化，不要写一个你自己都觉得翻白眼我不相信的那种金额。还有啊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业绩，你也可以写你到底想要多少嘛，想要卖几样产品，要卖给谁，你都可以写哦。他说，如果你没办法决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，那就代表你并没有很想要。还有他说，你要去感谢你内心那一股很强大的力量，就是这股力量在帮助你显化，所以你要感谢它。当你开始显化一些比较容易垂手可得的东西之后呢，你慢慢的你就会找到你真正想要的愿望，然后你就可以显化越来越大的东西，还有你的人生大愿，然后你也会开始帮助别人显化他们要的梦想。就好像这个作者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成功很有钱的企业家，他就写了这本书，帮助很多很多人。这个显化法讲起来真的很简单，做起来也很简单，就算你的想象力不发达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方法。所以我觉得它大概是我看过最简单的显化法了。千万不要因为它很简单你就忽略它，你就觉得没有什么。其实我们真的不要把显化想得太复杂，其实很多显化法都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就是看你有没有相信，有没有持续去执行而已。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将近100年的古人的智慧，所以这本书会变成我的传家之宝。连结在下方，如果你是在国外的 Amazon 的话，你可以很容易就买得到。台湾的话，你可能要上网去找一下。我还有很多影片都是在讲显化哦。这支影片是在讲很有名的假设法则，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显化法，可以去看看哦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功案例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